公元前180年，24岁的刘恒离开代国，前往长安登基为帝。可是他在铲除诸吕的过程中寸功未立，朝中也没有亲信和党羽，而宗室子弟里却有比他功劳更大、更想做皇帝的诸侯王。那么大臣和诸侯们能够臣服于他，让他坐稳皇位吗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周勃居功自傲，刘兴居和刘长发生叛乱。刘恒从代国来到长安时，只带了宋昌和张武等6名心腹。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，他就紧急部署。首先，他任命宋昌为卫将军，统领南北2军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，巡查保卫皇宫。随后，他就颁布诏令，大赦天下，给铲平诸吕作乱的功臣们加官进爵，对之前被吕雉贬斥的刘姓王公们，则恢复爵位和封地，快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同年10月，封周勃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，灌婴为太尉。对于周勃这个大功臣，他不仅是给赏赐和封官，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周勃的儿子。然而，周勃却一点都不懂得低调，每次退朝的时候，总是一副骄横的模样，似乎不把刘恒放在眼里，但刘恒还是依旧对他礼遇有加，经常是目送着他离开。此时，周勃的属下袁盎就提醒他，小心功高盖主，引火烧身。如果继续这样行事，恐怕时间不久就要迎来灾祸了。周勃听后，猛然间醒悟了过来，顿时感觉到后怕。于是他立即上书向皇帝谢罪，并请求辞去右丞相的职位。刘恒也爽快的就答应了。可1年后，因为陈平去世，刘恒又将周勃叫了回来，任命他为丞相。这时，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，不回自己的封地，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的负担。刘恒下诏，让所有的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，可列侯们却找出各种的理由，就是不回去。刘恒非常生气，他找来了丞相周勃，让他做个表率，带头回到自己的封地。就这样，周勃当上丞相仅10个月，就被刘恒免职，赶回了他的封地绛县。可周勃回到封地后，只要有郡守或郡尉前来巡行，他就因为害怕，总是身披铠甲，还带领着手持兵器的家人接待郡守或郡尉。他的这个举动，马上就有人上书告发他有谋反之心。刘恒听后，马上下令逮捕周勃。周勃的家人一面请求他的儿媳妇，也就是刘恒的女儿说情，一面给刘恒的舅舅伯昭送去了很多的财宝，委托伯昭向太后薄姬求情。薄姬知道后找到了刘恒，直接抓起头巾就扔向了刘恒，对他说：“你不想想，周勃曾经身挂皇帝的印玺，还掌管着北军，那个时候他不反，现在身居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反倒要谋反吗？”刘恒连忙向薄姬谢罪，立即释放了周勃，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。就这样，周勃有惊无险，回到了自己的封地，于孝文帝11年，寿终正寝，在绛县去世。再来看另外几个功臣，刘肥的3个儿子刘襄、刘璋和刘兴居。刘襄是第一个从齐地起兵反抗吕氏的，刘璋在长安城杀死了吕产，刘兴居则送走了小皇帝刘弘，3个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而且陈平当时还许诺他们，等铲除了吕氏，他就向新皇帝建议封刘璋为赵王，刘兴居为梁王。可后来刘恒被立为了新的皇帝后，就觉得他们当初之所以舍命立功，其实是想帮助自己的哥哥刘襄继承皇位的，因此对他们的封赏就给强行的压了下来。第2年，刘襄去世了，刘恒这才给刘璋和刘兴居封王，将刘璋封为城阳王，刘兴居封为济北王。可这2个地方原本都只是个郡，而且还是从刘襄的封地里给切出来的。不久之后，刘璋也去世了，就只剩下了刘兴居，他对这个封赏是极为不满的。很快，他的机会就来了。公元前177年，匈奴大举入侵汉朝，刘恒让灌婴领兵前去讨伐，为了鼓舞士气和稳定军心，刘恒也亲自前往太原督战。这样，长安就空虚了。刘兴居觉得机会来了，他便举起了反叛的大旗，公开造反。刘恒得知后，立即命令柴武率领10万大军前去平叛，结果只用了几天，这场叛乱就被平息了。
刘兴居也被俘后自杀。再来看刘长，刘长是刘恒最小的弟弟，也是唯一还存活着的兄弟，因此就对刘长非常的宠爱。公元前177年4月，刘长到长安来朝觐，陪同刘恒一起打猎。等打猎完毕后，刘长就带着人去求见沈亦基。结果等沈亦基一到，刘长直接从袖子里抽出铁锤，将沈亦基当场就给砸死了。之后，刘长赶回宫里，脱衣露背，主动向刘恒自首请罪。刘长之所以如此痛恨沈亦基，是因为当年灌高刺杀刘邦不成，反倒连累了张敖的家人全都被打入了死牢，其中就有张敖献给刘邦的宠妃赵姬。这时赵姬已经怀孕，赵姬的弟弟就想通过沈亦基告诉吕雉，赵姬怀的是刘邦的龙种，希望能高抬贵手。可当吕雉知道后，醋劲大发，怎么可能救他呢？最终赵姬在牢房里生下刘长后，就含恨自杀了。当刘邦得知此事后，悔恨莫及，就将刘长交给吕雉来抚养。等刘长长大后，就对沈亦基和吕雉一直怀恨在心。此时有了刘恒的宠爱，他便将沈亦基给杀害了。可仇是报了，他也犯下了死罪。没想到的是，刘恒竟然赦免了刘长。从此刘长就威名远扬，无人敢惹了。等回到封地后，他变得更加的张狂，竟然在自己的封地内颁布法令，驱逐朝廷派遣的官吏，自己直接任命国相以及2000担以上的官员。按理说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，可刘恒却全部都给批准了。这使得刘长更加的有恃无恐，还在自己的封国里给大臣们封爵位。这下刘恒实在坐不住了，这俨然就真的成为一个小朝廷了。刘恒让舅舅伯昭给刘长写了一封书信，委婉地告诉他，可别步了刘兴居的后尘啊。可刘长接到书信后，不但不收敛，还立即召集了70余名骨干，开始策划造反之事。最终他组织了40辆战车，从谷口县发起突袭，准备进攻长安。同时他还派出使者去游说匈奴和芈月一起作乱。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刘恒时，刘恒还是半信半疑，让刘长亲自到长安来说明情况。没想到刘长还真就来了。可经过官员们的调查后发现，刘长的造反确有其事，证据确凿。即使这样，刘恒还是下令特赦了刘长的死罪，撤销王爵后流放到蜀地的邛崃山驿站。于是刘长就被装入了囚车，送往蜀地。这时郎中袁盎就对刘恒说，刘长是个软硬不吃的主，如果他要是在去往蜀地的路上万一给死了，那么你这个当哥哥的不就落了个杀弟弟的名声吗？刘恒听后马上就醒悟了，赶紧下令让把刘长带回长安来。此时押送刘长的囚车已经走到了雍县，押送的官员接到命令后赶紧打开囚车，可刘长早已绝食而死了。刘恒后悔莫及，下令将囚车沿途各县的渎职官吏全部处死，以侯爵的礼仪将刘长安葬于雍县，并设立了30户人为刘长守墓。就这样，刘恒继位才短短的几年，就有2个诸侯王叛乱。那么为了防止诸侯王继续作乱，刘恒又会如何应对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